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大家都一直以为他的统治区是天空，但其实不止，天上地下无所不能。掌声有请嘻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嘻哈。耶！半决赛了，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轻松啊。本人也是一边玩耍一边创作。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，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玩玩密室，知道吧？啊，刚开始还好，喜欢玩的是一些解谜类的、机关类的，很解压。后来就大家开始进阶，开始慢慢的玩恐怖的，逐渐变态。我确实理解不了为什么大家愿意在忙碌1个星期之后，花200-300块钱进去张一群鬼来追你啊！乐趣在哪里啊？啊！在这里吧，找到了。我是不知道你们，反正我如果工作完1周，我自己就已经像个鬼了。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说我真的很害怕恐怖密室，我不玩。他说你一个体育生，你跑这么快，你怕什么呢？我说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害怕才跑得快呢？我说恐怖的我不去。他说不恐怖，你看嘛，显示了页面给我显示非恐，到了才知道非常恐怖。有时候2-3个人去，到了还要等陌生玩家拼场，更不想玩。直到我看到4个1.88米的大帅哥走进来，我正在那上下打量的时候，老板说人齐了，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，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。我当时心里面说 action， 嘴上在喊怎么玩啊？第一次玩就很害怕，太害怕我就不去了。但明显感觉那几个弟弟就是为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玩这个密室再回学校的，说姐姐你们不用怕，一会儿进去你确实害怕，我们就把你围起来保护你。我当时在那个地方跟老板，快点！很快，老板就讲了一下规则，让我们每个人签个协议。玩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，会签一个协议之后，就很快进场了。进去之后，鬼只要一出来，他们就立刻围成一个圈，把我围在中间，然后就开始跑。我那个头啊，就像那个台球桌上白球一样，在8块方形的胸肌里面弹来弹去，弹得我神清气爽。但是后面每一次鬼点一出来，我还是很害怕。我害怕这一切结束得太快。活了20-30年，自认为是一个强悍的女人，没有人能真正保护我，但在那一刻，有被保护到。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，我在中间旋转跳跃，但不闭眼，转得我眼花缭乱，根本不知道看哪一朵花瓣。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。当我沉浸在花心的世界里的时候， NPC 突然开始过来分配所谓的单线任务，要把我们所有人分开。凭什么？谁给你的权利？我的钱花在哪里你不知道？他把2两分成第几关，回到哪里干什么？到我这个地方，你1个人回到第1关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知不知道花瓣离开花朵是会死掉的？当花瓣离开暗香，还没等我唱完，他就开始暗箱操作，告诉我，一会儿灯光熄灭之后，你将独自穿过一条走廊，打开对面那扇门，记住进去找到鬼新娘留下的梳子和钥匙。我当时就观察到，这条走廊的中间还有几扇门。我就知道，在我通过这条走廊的时候，没那么简单，有一些鬼东西一定会出来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学体育的，我跑得快，我唰的一下过去，趁他们还没出来，就把门给他们关上了。最后一扇门关慢了一点，不小心打到一个刚刚准备出来吓我的 NPC， 当时就听到一声鬼叫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推门进去，摸黑在地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钥匙和梳子，发现右边有个衣柜，我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给自己壮胆，打开衣柜的一瞬间，
发现里面有一个节奏被我打乱的 NPC， 因为我的鬼吼盖过了他的鬼叫，他吓了一大跳，然后看着我，从后面把钥匙掏出来扔给我，砰的一声把衣柜门关回去了。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在寂静的密室里面，衣柜会说话。突然，衣柜里面传来一声“瓜皮”，给我气到不行！我转过去把皮带一抽，就把那个衣柜给他捆起来了。我怕他从衣柜里面出来打我。继续找梳子，看到房间的左前方有一张婚床。当时灯光爆闪，提醒了我一下，我隐约看到一个 NPC 已经穿好了一身绣和躺在床上了。我大概就能猜到梳子在他周围。我只能过去，但我只能给自己壮胆。我说：“你刚刚都看到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把梳子给我，过来你就下班好不好？”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认真寻找的时候给我来一个贴脸杀，但我不会给他这个气口。我当时深呼吸，我说：“我来了哈，我来了哈，我来了。”朋友们。全程唱着山歌过去，加上我又是个体育生，我的肺活量非常大。我说：“哎嘿嘿嘿嘿！”他没有任何气口来吓我，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闯关。梳子被他死死的拽住，我跟他的十指相扣，我说：“那给我好，那给我好，不然我就吓死你嘿！”他吓得不行，朋友们，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：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，但当你把你的未知变成别人的未知，害怕的就是他们了。拿到梳子后，他哀怨地叫了一声“呀”，然后跳下床，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出去了。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？一个光脚的怕我一个穿鞋的干什么？拿到梳子之后，他们告诉我，我还要去到鬼新娘的梳妆台面前坐好，等鬼新娘出来梳3下刘海，唤醒她的记忆，还原事情真相，我们才能活着出去。我一坐下，那个鬼新娘就像贞子一样从镜框里爬出来吓我，吓得我当时叶问，贞子遇到甄子丹。然后出来那一下，我就记得那个任务嘛，梳头梳3下，然后就开始1下，然后就开始给他梳头1下2下。你们知道 NPC 里面他们那个假发很劣质的，我梳到第2下的时候，梳子卡住了，下不下去也拔不出来，就差最后1下，鬼就开始跑，我就开始追，只剩最后1下了，对吧？我追出去了之后，突然广播开始说：“玩家请停止追逐。”我一停下来，鬼新娘把梳子从自己的刘海上扯下来，扔到我的手里说：“梳自己的刘海3下。”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游戏并没有结束的时候，我当时也被直接被一个 NPC 一个工作人员请出了密室。我说干什么？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个被我用门板打到的鬼？他已经去老板那里告了，说我把他打了。老板说你记不记得你把他打了？我说我不是故意的。老板说别跟我说这么多，你记不记得你进去之前签了一个协议，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殴打 NPC， 否则立刻取消玩家资格。终止游戏。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给他道歉嘛，我当时很诚恳的给他道歉，然后我跟老板保证，我说我进去我再也不打他了。老板说你少跟我说这种话，这种话我听多了，打我的 NPC 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你在外面等着反思吧。我就在外面等，在反思过程当中，除了思念我那4朵花瓣，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错误，怎么可能那么因为自己的害怕就开始打这个东西？但是我突然又反思到，这个规定真的很酷。但它怎么可以仅存在这个游戏当中？你们听一下，只要有一方施暴，立马就取消资格、解除关系、结束游戏，这个规定就值得推广。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，对吧？被打了就应该立刻解除关系，不要再让他们等1个月，1天都不要等。如果非要等，我愿意以身入局。你们把我请过去，我就站在施暴者的床边，每天晚上给他唱。离开他，离开他，不然我就嫁给你。谢谢嘻哈，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嘻哈。
中间那一段神似给嘿嘿的咆哮到底是什么？我这儿没有字幕，我也听不清。没有，是山哥，就是我唱着，我告诉他我要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喽，过来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下意识的会想模仿，对不对？对，想试一下。我觉得嘻哈好高能量啊，因为我自己是个低能量的人，然后我看到后面我是这样子坐直了看的，不由得挺直了背。对，听你说到那个密室里面的时候，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因为我是那种胆子特别小的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特别好，以后我也要试一下。对，这是一个秘诀，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吓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给他这个时候，不要给他任何气口，他插不进嘴。就话密一点是吧？然后在里面不要给他气口，打乱他的节奏，然后声音比他高，你的声音盖过他，你就听不到他的鬼叫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你确实是他这样的人，你才能做这样的事儿。哦，也是对。你鼓足勇气做了一半停下了，就尴尬了。和鬼四目相对。我的耳朵现在还在复原，我刚才觉得我的耳朵受到了重创。哎呀，我看到嘻哈非常的开心。今天我觉得就是气场全开，全部的嘻哈回来了。我觉得特别好。我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个状态进决赛，决赛也拿出这个状态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我的老板听到那个8片花瓣的时候，给他高兴坏了。8个胸肌，8个胸肌的时候，good idea。所有人停止想象，我说。但是我不理解，你那么如果很胆小的话，为什么要去玩呢？又菜又爱玩，对，然后寻找那个刺激的感觉。对，而且这是一个朋友之间，就是包括考验友情也好，考验亲密关系也好，它是一个很好的点。就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，你很快就能找到保护你的那个人。大林去过密室吗？我密室玩的太多了啊！真的，你看上去很像个老古板，不会玩这种的。我小的时候那会儿，北京那种密室还是就俩屋，你进这屋做题，做完题拿一钥匙开门进那屋。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，那个叫补习班吧？那个那是家门钥匙在里藏着啊。那12年的时候有这个，后来才有的机械密室，包括我也录过不少密室节目啊。我后来为什么不爱玩了？是因为我发现它越来越聚焦于恐怖、恐惧元素，就我喜欢那种解谜的。你让我在里头显得就是我没有什么作用，我愿意在里研究这块是吧？逻辑在哪儿？他现在就纯变成出来一个咔吓你，然后你就跑。最缺德的是，他连让你往哪儿跑的条件都没有给你，就让你在里头瞎跑。你就先这次学会了那首歌，他再追你就跟他唱啊哒哒哒哒哒。哦嗨，我以为当花瓣离开花朵呢。这个也可以用山歌唱出来，是吧？这怎么唱这个？大喊花瓣裂开花大后。好嘞，谢谢嘻哈。我觉得在舞台上就是要分享开心的事情、快乐的事情嘛。我刚开始玩密室确实是害怕的，但后来发现你在克服恐惧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有意思的。你从一个害怕黑暗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害怕黑暗的人，甚至到最后我开始期待黑暗。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有个人。干嘛？其实这篇稿子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，其实我刚开始站上单口的舞台，就是因为这篇稿子。王悦就下来自己就跟我说，我们听到你讲这个就好开心啊，好像突然回到了我第一次看你的时候。我第一次在线下看嘻哈演出的时候，当时我是那个剧院的志愿者，我就站在走廊上，远远的看到他在台上讲了那个密室的段子，那是我第一次被他深深吸引，太有魅力了。我在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有一种白驹过隙的感觉。这个也是我想把这篇故事留在台上的原因，它见证了我的来时路。爱情。